如果您呀喜欢下象棋，平常下象棋的时候又特别爱走当头炮，对当头炮的布局体系又不完全了解，自己还想提高一下象棋水平，那您呀可就来对了地方了。咱们从这期视频开始呢，系统的来了解一下中炮的布局体系。从哪儿开始说起呢？咱们从最基础的开始，从顺手炮开始了解。红方是以当头炮开局，如果黑方架反方向的炮，叫做什么呀？叫做猎手炮了。咱们猎手炮留着以后再聊呗，先聊顺手炮。黑方还架中炮，这第一个问题可就出现了，说我架中炮，你凭什么也架中炮啊？我炮击中卒一将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现在红方到底能不能打呢？如果红方此时一打呀，这严重的后果可就来了。黑方补士，红方还架中炮，加强自己中路的攻势。此时黑方跳马，现在问题可就交给了红方。人家马踩着炮呢，这炮是跑呢还是不跑呢？如果红方选择退炮，这黑方肯定出军。您可别忘了，是红方先走的，人家先把大车露出来了，而且准备以后点车下路，这把马堵上肯定受不了啊。那红方跳马，还轮到黑方走棋，所以说红方先走啊，变成后走了，这么走啊，肯定是不合适的。既然说红方跑炮是不合适的，我不甘心呀，那说我不跑炮行不行啊？这后果可就更严重了。比如说红方跳马，那么黑方往上一踩。这象棋啊有一句名言，叫开局的炮大，残期的马大。这刚走几步棋啊，肯定是开局。上来黑方拿马换掉咱们一个炮，那肯定是黑方占便宜。此时红方往过一敲，这问题啊还是没有结束。黑方上马又是先手踩炮，这炮横着走不行啊，炮打着老架呢，没辙，这个炮啊只能竖着走。黑方顺势上马，现在问题还是在红方这里。如果现在还轮到黑方走棋，这黑方会走什么呢？直接炮打中炮一将军，你不打我，我就打你。那红方往前一冲，黑方再加中炮，这中路的攻势啊简直是太猛了，所以红方啊必须抢先下手。那时候红方抢先下手的后果是什么呀？如果现在红方往过一敲，那么黑方飞象。咱们此时啊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人家黑方走了几步棋呢？走了一步棋、两步棋、三步棋、四步棋，有效步数是4步棋。而红方走了几步棋呢？他就走了1步棋啊，而且红方连个炮都没有了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黑方占优势。所以红方先走啊，可千万别打人家中卒一将军啊。咱们刚才呀那是黄粱一梦，所以红方架中炮，黑方架中炮。现在红方可千万别炮击中卒一将军，这么走的话，红方啊太吃亏了。那红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？我不打你，我也别让你打我呀。所以红方跳马看住自己的中兵，黑方跳马看住自己的中卒。你不打，干脆你还别打了。那红方出直车，黑方拉横车。刚有顺手炮的时候，这红方都乐意走什么呀？相当的有大将风范呀，直接选择双正马，俩马看住自己的中兵，那多结实啊。但是红方失去了一个什么权利啊？失去了一个挑兵的权利。黑方此时往前一冲，现在问题还是在红方这里。您冲一卒，我走什么呀？我对冲一兵行不行啊？这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的符合棋理，但是这手棋啊可千万不能走。黑方对冲一卒，你不攻我，我就攻你，让这位爷过河肯定受不了啊，这小板还不半身不遂吗？所以我们红方没办法，只能往前一冲。
黑方把车调过来，您说红方怎么办才好啊？这兵是闪不开的，后边是有兄弟的，所以黑方来了一招先弃后取，咱们这2步棋啊可就白白消失了，让人家的车瞬间就杀出来了。所以红方这么走啊肯定是不合适的。既然说红方对撞一兵是不合适的，那您说红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？其实红方啊他也琢磨，我进车巡河好像是不错的，你撞兵我给你碰了不就完事了吗？此时黑方可以选择一步上马，我还让你碰。红方往前一冲，再把黑方往前一撞，红方顺势一杀，黑方再退炮。这招棋呢可是一招两用的好棋。首先退炮，给自己的小马啊生一个根，以后准备平炮打车了。您说红方是先走的，我受这罪干啥呀？你平炮打车，我把车闪开，这小马白让你给吃了。所以红方没辙，只能马跳窝心了。您说红方先走的，我干嘛受这罪啊？所以红方拉车巡河也是不合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布局的发展，突然有一天红方啊越琢磨越不是个事儿。平常老让你拱卒，我怎么老吃亏啊？干脆大涨方法我还不要了，直接走一招兵3进1。这么一走啊，那可了不得了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黑方平车站位，红方再跳正马，就跟刚才呀完全不一样了。您说黑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？说你红方都拱起一个兵来，治得我这小马啊半身不遂，干脆我也拱一个卒，治得你的小马也是半身不遂，以后我再跳马那多痛快呀！但是给红方留下了一丝战机。红方进车齐合，我好不容易冲起一个卒来，让你给我消了肯定不合适啊。那正好这个小卒又看不上，这红方是逮住蛤蟆钻出尿了呀。黑方要想保卒只能飞边象了，这红方啊还是有手段，直接平边炮，以后准备迅速的出车。当黑方上马以后，红方炮击边卒。现在问题啊还是在黑方这里，现在炮打着车呢，您说怎么办吧？是不是黑方没办法，他只能出车，红方再平炮，就欺负你这小炮啊闪不开，我现在还打着你的车呢。黑方还得把车闪开，红方呢往过一敲，不仅敲掉了一个卒，而且压住了你的马，同时炮击底象那可受不了啊，这底线开了花，那谁受得了啊？所以黑方没办法，他只能飞边象，红方顺势出车。咱们此时呢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现在身为红方来说那可太痛快了。首先刚才白吃掉你2个卒，而且你的7路马呢被我压住了，这3路马一时半会儿也是动弹不了，您动3路马小炮不就白丢了吗？但是细细一琢磨，红方啊也有阵型弱点。现在红方的阵型弱点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3路兵，谁让你刚开始拱兵的？所以黑方进车齐合，我也逮住蛤蟆钻出尿来，准备以后把车啊往过杀。那您说红方怎么办呢？现在红方有一个巧手，直接兵5进1，让你把车往过杀，直接挑我双来，门都没有。我呢直接给你打一隔断。现在问题还是在黑方这里，您用炮打我合不合适啊？如果您老爷子把炮打出来，我踏踏实实补士不就完事了吗？您这小炮可是没有根的，您把炮跑了，这7路马谁管呀？所以这么走啊他肯定不舒服。既然说把炮打出去问题太严重了，那没办法，要吃啊只能拿车吃。说现在黑方拿车吃兵行不行啊？这红方啊还有招等着你呢，直接上马打车，上来丢一个大车肯定受不了吧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把车闪开。您看这个车还能去哪儿啊？
首先这格待不了，是人家马脚，杀兵不行，还是马脚，躲这格躲这格躲这格全都不行，就剩这一个地儿让你待了。红方呢顺势上马，这回可就要了亲命了。现在这个马踩着车，而且马还盯着马呢。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呀？这中路空了一层，黑方退车，红方呢顺势一杀，这玩意儿可是白吃白喝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大优啊。咱们呀真的是有啥说啥，人家黑方又不是傻子，回回拱卒，我回回吃亏，让你红方老占便宜，那哪行啊？细细一琢磨，红方啊也有阵型弱点。您走了兵3进1了，这兵谁看着呢？这第一反应啊，肯定是进车齐合，我也逮住蛤蟆钻出尿来，准备以后把车往过杀。那您说红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？您这个车有点意思多动了。您说这个车最快到达这个点需要几步棋啊？需要1步棋、2步棋就可以达到这个点。但是你黑方走了几步棋了呢？走了1步棋、2步棋、3步棋，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啊有点意思多动了。所以红方果断拆炮。这手棋准备干什么呀？准备继续让你意思多动。你要是不吃我还飞象了，以后拱兵那可就太爽了。不仅自己是阵型协调、子子生根，而且我拱兵还是先手采车，所以这么走的话，黑方那是万难接受。硬着脑瓜皮只能往过杀呀。黑方此时把车杀过来，红方呢再进车。你想吃我的小马门都没有，待会儿我还让你意思多动。所以现在黑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？棋盘的左侧啊，自己的是嗷嗷待哺，3颗大子可一个没动过呢。所以黑方平炮，红方的飞象，捉你的车，赶紧给我闪开。黑方把车闪开，红方再进炮，准备以后把炮啊往过掉。黑方上马，红方平炮，黑方出车，红方再上马。咱们现在呢简单的看一眼盘面，现在红方是阵型协调，子子生根，基本上哪个子啊都是有根的。但是反观黑方可就不乐观了，自己的车跟这儿待着肯定是待不住的，以后平炮打车这可咋弄啊？自己的棋路线当时就被打穿了，所以当前盘面肯定是红方占优势。咱们这期视频啊暂时说到这儿吧，因为说太多了呀，我怕您记不住。其实现在红方啊还有新的阵型弱点，就是直接挥车过河。现在红方的7路马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？咱们下期视频呀接着聊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咱们下期视频更精彩。